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诺手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上路对线情况。诺手现在啊就是3项搭配血手，算是一个核心装备。那个血手的话，主要还是为了那个护盾，能让在中期的一个小团战里面，要去建立优势，说不容易就是说被直接秒掉了。其实诺手这个英雄不算很肉，所以容易打着就暴毙。这里杰斯上来打一套，诺手的话前期直接挂上血怒。好了，对方反闪现回来，这边也闪现回去平 A， 直接收掉。因为这种情况下，你要么就跟闪跑，要么就回头打。但挂上血怒了，肯定是直接回头打。如果没有血怒，你就只能去交闪现跑路，你知道吧？这寡妇这么变态吗？这前期就跑去反野了。哦，两边互换，我以为是这边已经刷完了，然后就直接过去，没想到是直接互换野区，但那边的话没换过。那这局上路得打出优势来了，打野的话是炸了一半，现在。基本上诺手啊，前期能杀一次杰斯的话，对面杰斯就已经不再是对手了。杰斯这英雄打不了逆风，很难打逆风，不至于说完全打不了，但是真的是很难。这瑞文要来打河蟹啊，这里先过来把血怒叠一叠，拉一下。但拉扯了就行了，没有闪现啊，不知道瑞文有没有闪现那些。加里奥的话应该是有大招的。这里蓝量不是很够啊，空一个技能的话就不要再接着跟他打了，直接回来吃个果子，直接回家，把那个小锤子给做出来，因为小锤子的话是有移速加成嘛，对于对线来说就会很舒服。瑞文的话大概率是往这边蓝区，已经刷完走了。在这里面，先杀这个加里奥没劈出来，没血怒啊。这边等大招 CD， 终于劈到了一个。对面这位真的很凶。那这局其实有优势，然后呢，节奏点也比较靠近靠上就是靠近这边上路，可以围绕着这个上路去建立一个优势。这局挺顺的，应该是能打得很好。对面的手还是比较长啊，那队友还不走吗？硬刷。这里的话来一波下路，上路被抓闷了。哇，人都没了，4包2啊！来了，又开始入侵了。这边必须得让亚索过来，
拉一下，这局其实打得很乱了。亚索接上大招还是可以的。瑞文真的是无限反野。这3-0，然后只有4400，其实对面的杰斯很舒服，然后又吃到了塔皮，然后这边的话漏了很多兵线，对于杰斯来说是很舒服的。现在疾跑一开，把他的闪现给逼出来，那也行，不亏。对方应该手上还有点燃的，这种情况下，瑞文在这边应该往下路去了。这杰斯啊，拉扯得很好。对面杰斯没有蓝的，但一点都不怂。杰斯，而且这个杰斯啊，看起来打得很稳，但他一点都不怂。他敢这么嚣张的话，瑞文应该就在附近。他们要控双支援吗？对面杰斯没有蓝的，瑞文在下面啊。那对面这种就是直接等死了，但这个蓝量还有益啊，有点可惜。那拿到先锋，他先锋直接放上路，其实就是想要帮那个诺手啊建立优势。那这局其实寡妇也是玩得明白的。来了，这边有个加里奥，这边这边来了，赶紧走，往后拉，E一下 ，Q 一下，血怒先 P 一个，瑞文斩一下，但没有蓝量了。如果有蓝量的话，其实也追不上啊。外区如果给个 Q， 应该勉强能 Q 的。这边是没蓝了，没蓝的话，诺手没蓝等于废的，因为他叠不了血怒。诺手这英雄啊，就是靠平那些靠技能衔接是打输出的，如果没有，其实比没有大招还惨。这霞不知道有没有大招啊？这边辅助还有大招的，推棒粘上来，一个 Q 刮一下，血怒能烫死，应该是能烫死。这里哈，让这个亚手不要浪啊，干就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绝对是他的粉丝，我跟你说。这亚手大概是个粉丝啊，然后知道他是那个主播。干就完了，这亚索。这里的话，对方越塔这边可以靠的。逮到了一个辅助，我这到时候能接到的。P 一个，这边打断了对方后续的支援的人，那肯定是打不了的。他们这种团，那这一波应该是可以打回来了。哎呦，这里 P 的话是 P 到了那个的嘛，石像鬼的板甲上。这局 MVP 应该是有了，如果能赢的话。你在想挂血怒啊，杰斯又来了，很烦。杰斯杀气很重，逼过来了，那寡妇直接把人头给收掉。这版本你有没有感觉啊？就是想要拿这种连续击杀，其实比以前难很多。就算是高手也是，
这一局啊，其实没有太多的撤退可言，就猛猛干就完事儿了。而且，所以他第3件选择做了这个死亡之舞。正常情况下，他第3件可能会做双生花，或者说做个重伤先。这里的话，哎呦，没人过来。推推棒拉一下一个 Q， 但亚索没有接大，有点亏。这里补跟上来一个 P， 哦，这个还回来，一个 Q 没刮到，但旁边有个瑞文，赶紧走。亚索不接大招吗？吹到了又不接，完了，连环控制，但还好进了草，对面后续没有伤害。吃个果子先，回头再打。说实话，还是得看高手玩，还有那种打团互相博弈的那种感觉。这里面给亚手一个信息，就是说我开的团，你就往死里打。小火龙还说这小火龙到现在还没叠出那个被动，就是150分钟被动W 刮一下，推推棒往前出，一技能拉一下 P 手，那这样的话也是有了。很难有，说实话，现在就是节奏挺快的，你很难有那种说我能去刷线的机会。其实你想在巅峰赛，就是巅峰赛打出这种，就是说9-1或者说这种比较多人头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难的。这是一种情况，就是得队友也得稍微菜一些，然后呢对面也得给机会来了。这每次都是趁诺手回家在那打，完了这P。又劈空了，对面辅助很懂就诺手一开一想劈，对吧？他就给那个石像鬼板甲。其实你们也是可以学这一点去克制诺手，只要让他断大，然后你掉点了都无所谓的。而且你只要是残血的情况下，其实对诺手来说就是很大的诱惑，然后你用石像鬼直接一挡。他大招没有斩杀的时候，这一波团战，诺手的作用其实就不是很大。这局的参团率还是蛮高的每次团战打赢的团都有他在。这里的话把眼做好，果然2个人来了，瑞文在的，要打就打到底。对面技能全空，这个间隙是一定要去做点事情。完了，一个都没逮到。但是这里勾到了一个，血怒出来了。这里续上血怒，一个 P， 一个 Q， 完了，血怒没了。最后一个4个人打一个，瑞文还能杀一个，哇，这瑞文好猛如果其实这一局你可以看到刚刚那波团战，因为做了死亡之舞，所以感觉还行。如果没有死亡之舞的话，应该这时候已经躺地上了。再劈一个，已经12个人头了，杀疯了都。
这里的话把蓝盾做一下。本来他想做那个大反甲的，后来觉得蓝盾更好。这里的话直接摸大龙了，然后上单还不在的，对面也是牛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那行，直接必须得打团，队友已经打起来了。其实这局还蛮舒服的一个点就是，诺手并不需要担任一个开团手啊，因为他每次不在的时候，队友就已经开起来了，然后他到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收割了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